欢迎大家来到汇点生活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张美英。您是不是每个月还在手机费上花着499、599甚至更高的钱？心里头隐隐觉得好像有点贵，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总想着大家都这样吧。今天我张美英必须跟您说句大实话，您完全可以把这笔钱省下一大半。每个月只需要149元，您的电话、上网需求就能被照顾得很好，算下来1年就能省下不少钱。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已经年满65岁，却还在付着那么高的月租费，那您今天可算是来对地方了。接下来的内容，我会把电信公司不常主动告知的方案讲清楚，更会一步步教您怎么把它办下来。我保证，只要您跟着我的步骤走，这笔看得见、算得出的钱一定能省下来。今天咱们不聊养生，也不聊食谱，就专注聊一件事，怎么管理好我们每个月的固定支出。尤其是手机话费，这笔每个月都要交的钱，咱们得弄个明明白白。我呀，在后台收到太多叔叔阿姨的留言了，他们都说，美英啊，我这手机费每个月都好几百，可我除了接孩子电话、发讯息，几乎不用它做什么呀。每次听到这样的困惑，我都特别想帮忙，因为这真的不是咱们长辈不会用手机，更不是咱们用得多，而是咱们走进电信公司门市的时候，可能没有了解到所有的信息。您想想看，您去办手机，店员是不是都特别热情地推荐上网不限流量的方案？不是499就是599。他们为什么推荐这个？原因很简单，这样的方案对他们来说收入较高，可他们很少会主动跟您说，阿姨、伯伯，我们公司有专门为您这个年纪准备的优惠方案，特别划算。他们为什么不提？就因为这优惠方案利润较低，他们可能没有太多动力主动推广，所以这个明明存在的选择就被静悄悄地放在一边，成了很多人不知道的选项。今天在汇点生活，我张美英就要当这个分享信息的人。我不光要告诉您选项是什么，我还要做您的向导，带着您一步步把这个合适的方案申请到手，让咱们的每月开销轻松起来。在行动之前，咱们先来解决心里头最大的一个顾虑。很多长辈朋友一听便宜方案，第一反应就是担心便宜会不会不好用，网络会不会变差。我要是出门需要查个地图，跟孩子视频一下，会不会卡住？您有这个想法，太正常了，咱们花钱不就图个安心吗？但咱们别让感觉牵着走，咱们让实际使用情况来说话。接下来，请您就当是个小检查，跟着我一起给您的手机用量做一次查看。这个查看的目的就是搞清楚，您每个月那几百块的月租费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用掉的，有多少是在为根本用不到的流量买单。操作很简单，您别怕。如果您用的是苹果手机，就是 iPhone， 您先在桌面上找到那个灰色的设定图标，长得像个齿轮，点进去，然后您会看到一个叫行动服务的选项，点它。进去之后，往下轻轻滑动屏幕，您就能看到一个叫本期行动数据用量的地方，下面有个数字，单位是 GB 或者 MB， 这个数字就是您这个月到目前为止真正用掉的手机网络流量。如果您用的是安卓系统的手机，比如三星、OPPO、小米、华硕这些牌子，方法也差不多，同样是先点开设定，然后在设定菜单里找网络和互联网或者连接这类字眼，点进去后找数据使用量或者流量管理，点进去，您也能看到那个代表您用了多少流量的数字。要是您觉得在手机里找来找去有点不方便，没关系，咱们还有更直接的一招，看账单。把您上个月电信公司寄来的纸本账单找出来，或者请家人帮您登录一下电信公司的手机 APP， 在账单明细里一定会清清楚楚地写着本月数据用量是多少 GB， 您就盯着这个数字看。我来帮您分析，如果您每个月交着499元上网不限流量的费用，但账单上显示您的用量只有 2GB、3GB， 甚至常年不到 1GB，那我必须非常认真地告诉您，您正在为一个您根本用不完的流量套餐支付着较高的费用。这就像您去一家自助餐厅，付了钱进去，结果只吃了一小部分就饱了，可出门结账时还是按原价收您钱，您说这值不值？咱们辛苦攒下的钱，每个月固定的生活费，每一分都该花在合适的地方，这样为用不到的部分多花钱的事，咱们可以重新考虑一下。好，做完用量查看，咱们心里就有底了。接下来就是了解具体方案的时候了。几家主要的电信公司，中华电信、台湾大哥大、远传电信，每家都有一个专门给65岁以上长辈的优惠方案，通常被称为乐龄方案。很有意思的是，这3家的月租费很巧合的都是149元。对，您没听错，
不是499，不是399，就是149元。下面我就一家一家把它们的具体内容和适合谁用给您介绍一下。咱们先看看中华电信。中华电信在台湾运营历史较久，网络覆盖比较广泛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如果您住在比较偏一点的乡镇，或者您喜欢和老伴、朋友去山上、海边走走，中华电信的信号通常比较稳定。他们的149乐龄方案内容是每月 1.5GB 的上网流量，加上网内通话赠送30分钟，往外核市话合计赠送20分钟。听到 1.5GB， 可能有长辈会想，这么一点够用吗？美英给您举个例子，您就安心了。1GB 的流量足够您发送非常多的纯文字讯息，能传送很多张清晰照片。如果用来打语音通话，能连续讲上很久。您想想，咱们在家有 WiFi， 出门也就是临时回个信息，看看新闻标题，刷刷社交动态，偶尔用地图查个路线，这样算下来 1.5GB 对许多长辈来说是够用的。那通话时间呢？30分钟的网内，加上20分钟的网外，对于绝大多数不是业务特别繁忙的长辈来说，也基本够用。所以，如果您特别看重信号的稳定性，或者您家本来就用的中华电信宽带，想图个省事，选中华电信这个方案是一个稳妥的选择。接下来，咱们看看台湾大哥大。它的乐龄方案同样是月租149元，但在内容上有所不同。首先，它给的上网流量是 2GB， 比中华电信多了 0.5GB。但它最突出的特点是，网内通话完全免费。这8个字您要留意。什么叫完全免费？就是说，只要您打电话过去的对方也是台湾大哥大的号码，那么你们俩通话多久都不会产生额外费用。这对于老夫妻俩都是台湾大哥大，或者亲朋好友圈子里用这家比较多的情况来说，非常方便。你们可以随时聊天，不用担心通话时间。至于打给其他家电信网外，他每个月也送了20分钟的免费额度。所以，如果您联系的人里面台湾大哥大的用户比较多，那您选这个方案会很合适。最后看看远传电信。远传在网络方面也做得不错。它的149方案，月租费一样，上网流量和台湾大哥大一样，是 2GB。在通话优惠上，它提供了另一种选择，网内互打，每通电话的前3分钟免费。这个设计鼓励高效通话。如果您习惯打电话就是交代事情，问候一声，3分钟内能讲完，那这基本上也等于网内不要钱。如果需要长聊，可以合理安排。打网外呢，同样是赠送20分钟。这个方案适合那些生活比较规律，电话都是联系固定几个人，且通话讲究效率的长辈。同时，它提供的 2GB 流量也给了您更多一点在外使用网络的空间。3家方案都介绍完了，可能信息有点多，美英给您做个简单的总结。您可以对号入座。第一，看重网络覆盖和稳定性，可以考虑中华电信。第二，亲友间通话多且多为同一家电信，台湾大哥大的网内免费很吸引人。第三，需要流量和通话的平衡，远传的 2GB 加前3分钟免费是实惠的选择。无论您最终选择哪一家，您的月租费都可能大幅降低。知道了方案在哪里，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怎么去办理？这就是我所说的步骤过程。很多长辈就是在这最后一步犹豫了，要么被门市店员几句话劝退，要么觉得流程复杂。别担心，张美英的步骤指南现在正式奉上，您只要按步骤做，就像按照说明操作，一定能完成。第一，叫做准备证件。您去办理之前，千万检查好，必须带上双证件正本。哪双证？您的国民身份证和健保卡。这里特别强调健保卡，因为它上面有您的出生年月日，是证明您符合65岁以上资格的重要文件。只带身份证可能不够。还有一个常见情况，您正在用的这个手机门号，当初可能是家人帮您办的，登记的是他们的名字，这就需要注意了，因为优惠通常要求门号持有人本人满65岁才能办。那怎么办？有2个解决办法。最好的办法是，请家人抽出时间，带上他们自己的双证件和印章，陪着您一起去门市，先办理门号过户，把号码从他们名下转到您自己名下，然后再接着办乐龄方案变更。如果家人实在忙，可以请他们先去一趟门市，拿一份代办委托书，按照要求填写好，签好名，盖好章。然后您带着这份委托书、家人的双证件和印章，再加上您自己的双证件，去门市办理。虽然稍微麻烦点，但为了能省下长久的钱，这个前期准备是值得的。准备好证件，您就来到了第二，门市沟通。
您可以选择一家离家近的电信公司、直营门市或大型服务中心，进去后先取号，静静等待。轮到您时，走到柜台前，可以这样清晰、直接地告诉店员：你好，我想查询一下我这个门号的合约什么时候到期，然后我要申请办理你们公司65岁以上的那个149元月龄方案。请注意，您一定要主动说出查询合约状态这句话，这是整个过程中容易让人犹豫的环节，因为绝大多数人的门号都签有合约，通常是24个月或30个月。合约没到期，想提前换便宜的方案，就可能需要支付一笔合约提前解约费用。店员一旦说出您合约没到，要付解约费用哦，很多长辈的第一反应是啊，还要多交钱。那算了，这时候请别马上放弃，这时候您别被解约费用吓跑，咱们要冷静，要学会算一笔总账。我来教您怎么算，您让店员帮您查，看看合约具体还剩几个月，解约费用具体是多少钱，然后咱们用计算器来算一算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您原来的月租是499元，合约还有8个月才到期，如果您什么都不做，未来8个月您要继续付499乘8等于3992元。如果您今天决定解约，假设解约费用是1200元，然后立刻换成149元方案，那么未来8个月的新月租是149乘8等于1192元，加上解约费用1200元，您这8个月的总花费是1192加1200等于2392元。咱们比一比，坚持旧合约要花3992元，解约换新方案总花费2392元。您看，即使付了解约费用，您还是节省了3992减2392等于1600元，而且越早办，省得越多。这笔账一算，您心里是不是就清楚了？解约费用只是一个提前转换的成本，只要转换后长期省的钱远超这个成本，那就是划算的。所以，请您务必请店员现场算给您看，用数据告诉自己，这是正确的决定。当您在办理时，店员可能还会建议，他们会用很关心的口吻说，阿姨，这个149的流量真的不多，您用惯了不限流量，降下来会很不方便的，万一超量，速度会变慢，您可能会不适应。我们这边有一个399的方案，流量多很多，要不要考虑看看？这就是考验您定力的时候了，请您微笑着，礼貌但坚定地回答，谢谢你提醒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查过我过去的用量了，每个月都用不到2GB，1.5 GB 对我来说足够了，万一真的不小心超量，速度慢点就慢点，我不赶时间，能发个信息，打个电话就行。您只要表现出对自己的用量心中有数，并且能接受最坏的结果降速，店员就知道您是有准备的。另外，有时他们还会推荐搭配购买手机或其他捆绑服务，请您根据自身需要决定。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调整月租，节省支出的，不要被任何额外的优惠影响主要目标，那些可能意味着更复杂的合约或其他消费。当所有手续办妥，您会签署一份新的合约书，这时，请您仔细看一下，月租费是不是149元？合约期限是多久？通常是24个月。确认无误，再签名。从您办理成功的下一个账单周期开始，您就能享受到月租降低的改变了。看着账单上的数字变小，那种感觉不仅仅是省了钱，更是一种我用合适的方式管理了自己开销的踏实感。对了，关于大家可能担心的降速，我再多说明几句。所谓的降速不是断网，比如流量用完后，速度可能会降低。这个速度看在线视频、刷短视频可能会不流畅，但是它用来发送和接收文字信息是没问题的，用来打语音通话，声音通常也是清晰的。也就是说，它基本不影响最核心的通讯联络功能，只是上网浏览网页，加载图片会慢一些。您把它想象成道路，之前是快速路，降速后变成了普通路，车照样能开，能到达目的地，只是开得慢一点罢了。更何况，如今很多地方都有免费 WiFi， 便利商店、捷运站、图书馆、医院等。咱们出门在外，养成需要时连接一下免费 WiFi 的习惯，那每个月的 1.5 GB 或2 GB 流量很可能根本用不完呢。现在咱们来算算这本经济账，让节省的效果看得见。从499元方案转到149元方案，每个月直接节省499减149等于350元，一年下来就是350乘12等于4200元。如果签的是2年合约，那么总共能省下4200乘2等于8400元。8400元，这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这笔钱能为我们换来什么？
它可以为您和老伴安排一次舒适的旅行，可以买上一整年需要的保健食品，可以给家人包红包，可以换一台更好的电视机，或者给自己添几身新衣。这些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提升。我们辛劳了大半辈子，退休后的每一分钱都更显珍贵，把不必要的开销省下来，用在让自己开心、健康、家庭和睦的地方，这才是咱们应有的生活智慧。最后，作为子女或晚辈，请您抽点时间，耐心帮父母查查手机账单和套餐。如果他们符合条件，却用着高费套餐，请陪他们或帮他们备好委托书和证件，鼓励他们去办理。很多时候，长辈不是不想省，而是怕面对不熟悉的流程。您的陪伴就是他们最大的支持。帮他们省下的不仅是钱，更是一份关心。如果您是长辈本人，正在独自观看，我要为您点赞。您愿意主动了解信息，已经很棒了。别觉得自己跟不上，您的人生经验同样能处理好这些事务。流程听起来有些步骤，其实不过是准备证件、去门店、说清需求、算笔账而已。您完全可以做到。如果遇到视频没讲到的情况，别着急，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尽力解答。也请您把视频分享给邻居、老友，大家一起了解有用的信息。今天的信息量虽大，但都是实用的内容，希望能切实帮到您。我是会点生活的张美英，一个愿与您一起把日子过得更明白、更轻松的朋友。如果觉得有启发，请给我点赞。欢迎订阅会点生活，以便及时收到更多关于健康、理财、生活的实用内容。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您的想法，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分享的最大动力。下期再见，祝大家顺利办理，生活愉快。